今天做这个便当，毫不夸张地说，从盖上饭盒的那一刻起，我就想象中午吃它有多爽了。料汁就是经典的糖醋排骨味，详细的配方我会放在屏幕上。稍微多焖一会儿，焖得越久越入味。把虾枪剪掉，防止扎嘴，开个背，方便入味。芥末是料汁的灵魂，可以多来点，不用担心太辣。下锅之后，高温就会打走辣味，只剩下芥末的香味。接下来就是下饭神菜辣式西红柿炒蛋，这个就和平时的做法完全不一样了。边搅边淋，慢慢的倒入蛋液。不用担心我这个油用的太多哈，我会回收再利用的。接下来就和平时做的番茄炒蛋差不多，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来调味。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甜口的。发现了吗？一共有2种西红柿块，小块的负责出汤，大块的保持口感。粘炒的秘诀当然就是淀粉水啦。吃便当嘛，没有蔬菜总感觉缺了点什么。然后出过一下冰水，口感会更脆。没有买到芝麻盐的也可以自己做，熟芝麻打成粉，加点盐拌一下就行，真的巨香。排骨也收汁的差不多啦，看看这颜色，谁看谁不迷惑呀？快，都给你爱的人吃吧。今天是协修做饭第3期究极体，今天做的全部都是大菜，没想到吧？大菜也能用协修。去完皮的番茄搅打成泥，和牛腩、香料、料汁一起倒进锅里，搅拌均匀后什么都不用管，直接按下煮饭键。时间到了之后，再放入土豆，再煮20分钟。一滴水都没加，牛腩一夹就烂，土豆也是超级入味。简简单单来点米饭拌在一起，这谁能顶得住啊？第二道来做个蒜香排骨。正常做蒜香排骨真的超级麻烦，步骤超多，协修的方法就方便多了。蒜末里拌一点香油，这个粉是大蒜粉，不仅增加风味，还可以在表面锁住水分，形成脆壳。先烤13分钟，然后翻面。真的是蒜香四溢，一整道菜做下来半个小时都不要。协修真的超级聪明，什么样的边角料都可以用得上。家里剩下的饺子皮挤上虾滑，就这么一扯，虾扯面就做好了。料汁的配方在屏幕上，这个就是平时的红油料汁。这可比平时去外面吃的拌面好吃太多了。
海鲜不够，来煎个鱿鱼，用油泼辣子做底油，煎的过程中风味就已经全部融入进鱿鱼里。从我开始做博主，脆皮五花少说也做了5-6次，但是没有一次像这一次这么简单。如果担心不能起泡，可以刷一点红醋，真的一点都不比我之前做出来的差。荤菜的血修有了，来个素菜的血修。用这个方法做出来的青菜绝对不会软趴趴，火候什么的都是刚刚好。接着就到甜点啦，讲真的，我正常做泡芙都不一定100%能鼓起来，用这个方法做，居然没一个失败的。我确实挤得有点丑。内馅用的是芋泥馅，吃不完的放进冰箱冻起来也是巨好吃。最后薯条这一格来一点蔬菜沙拉。今天这份便当你们满意吗？你们给它几分呢？快，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我想没有人能拒绝秋天第一口鲜的快乐吧。今天带你们解锁一下，看看全国到底有多少种螃蟹，到底哪里的螃蟹最对你的胃。食蟹地图第一站来自浙江的青蟹，大虾撒上淀粉煎一下，青蟹也要过下淀粉，这样你们的肉就不容易露出来了。想要味道好，料汁很重要，配方一定要记牢哦。底油也要用大料炸香。配菜自己喜欢什么就加什么，虾和青蟹都是熟的，所以翻拌一下就好了。我尝这一口好久了，鸡爪的胶质都裹到了青蟹上，巨好吃。食蟹地图第二站来到宁德呷哺，用的是3眼蟹，一定要是鲜活生猛的。把不能吃的蟹腮、蟹心也去掉，蟹钳敲一敲更入味。生腌的配方我放在屏幕上喽。这个配方不仅仅可以用来腌螃蟹，腌其他的海鲜也很好吃。完全没过3眼蟹，浸泡一碗。食蟹地图第3站，阳澄湖，吃螃蟹怎么能没有大闸蟹呢？把蟹黄和蟹粉都剔出来，再准备一份爱你形状的猪肉泥。肉馅想要多吃，这一步很关键。最后加入一块浓汤宝。用包包子的手法把肉馅包进去，先煎2分钟，倒入电冷水，再焖5分钟。看看这脆皮，也太诱人了。肉质细嫩、裹满酱汁的浙江青蟹，果冻一样丝滑的呷哺3眼蟹，多汁的阳澄湖大闸蟹。这样丰收的时节，你们最喜欢哪个地方的螃蟹呢？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今天是邪修便当升级版完全体2.0，秘诀就是血王、
蜜雪冰城真的是调料界里的新东方。今天的便当主角就是它。那么多款意面里面，我最喜欢的就是培根奶油意面。今天不用奶油，用雪王圣代，吃起来不会甜，反而体现了蘑菇的鲜，浓稠度也是刚刚好，可以牢牢地扒在意面上。第二款，我们来做排骨。简单的去腥焯个水，一整杯半打鲜橙直接干进去，生抽调味，老抽上色，再来一点盐，焖煮收汁。趁着这时候来做个茶叶铁蛋。没想到吧，雪王居然连茶叶蛋都能做。看颜色就知道有多入味了。不着急吃的，可以放冰箱再浸泡一晚，味道会更加的入味。撒上芝麻，味道比可乐排骨好太多了。我觉得主要还是橙子的功劳。便当的第一个装修好啦，来做第二个，用雪王来做无骨鸡爪。一整杯香柠百香果倒进去，记得要备注去椰果，我给忘了。不想用雪王做的，也可以直接把百香果和柠檬买回来，味道会比这种更浓郁一些。接下来两道用甜品来做甜品。你买回来的圣代是什么口味，做出来大福就是什么味道。手袋抹点油，手套记得多戴几层，趁热拉伸，这样才柔韧不容易破。把冰淇淋那些放进去，再把这个小揪揪剪掉。这个泡芙是不是看起来超可爱？原味的我们就用来做蛋挞，这应该是蛋挞最简单的做法了，完全没有难度，180度15分钟，香味直接飘得满屋都是，橙香排骨都有了，怎么能没有香柠鸡翅呢？其实平时我们做菜的时候也会加很多的糖，主要都是用来提鲜的。用蜜雪冰城来做，点单的时候注意低糖就好。全部都做好了，把剩下的格子也来装修一下。赠送的珍珠小料也不要浪费。雪王出来撑场面。今天没有饮料，今天是石榴最好吃的吃法。我买的还是突尼斯卵子石榴。可以加一点炼乳调整一下风味。这一杯的快乐谁懂啊？今天的雪王便当你们喜欢吗？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天气转凉，一个人窝在家里吃关东煮的快乐谁懂啊？记得要把边缘削下，这样不容易煮烂。自己吃的福袋当然要包得满满当当，用贡菜封口，3分钟。最后再来个天妇罗大虾。腹部鸡的断筋，炸的时候就不容易卷起来。自然滴落一些面糊，在炸的时候把这些小颗粒粘起来，真的巨酥脆。稍微沾点加热关东煮料汁，显得更加鲜甜酥脆。窝在家里简简单单来上这样一份关东煮，身心都温暖了起来。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
秋天啦，又要开始贴秋膘了。大家都要好好吃饭哦，好好吃饭大赛，我来交作业啦。海参这个时候就可以加进去，盖盖焖煮45分钟。秋天我最喜欢的水果就是猕猴桃，像秋天一样暖暖的，又有夏天的清新。果肉冰棒真的是太好吃了，还可以直接做成冰淇淋。一点点炼乳调整甜度，冷藏的时间不要太久哦。蒜末、葱花、小米辣爆香，强烈建议来一点腊肠。生抽、蚝油，简单调味。牛肋条焖好啦，全部倒进锅里。这个秋膘我贴得实实在在，简简单单来摆个便当吧。就问这一格，有谁不喜欢？贴秋膘的美食怎么能没有我最喜欢的虾滑呢？炸的时候记得小火慢炸。生菜打个底，把虾排摆进去，再来2个溏心蛋。饭后甜点是马卡龙、水果还有柿子汤圆。这一份便当你们给几分呢？再来做一杯喝的，猕猴桃捣碎，拿枚冰块打底，杯壁上贴上猕猴桃，加入冰茶，看着都觉得清爽。软烂的牛肋条，吸满汁水的米饭，酸甜清爽的猕猴桃赶走了夏天留下的燥热。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春天也需要仪式感，今天来吃掉一整个春天。第一道菜，感受春天的鲜嫩。煮开后就可以捞出，去除多余的异味和盐分。淋入一圈料酒，激发出香气。盖盖焖上1个小时，给你们看看我是怎么留存住一整个春天的。要吸干水分，这样排骨才会更加的入味。再次把油温升到180度。外酥里嫩的排骨搭配上清新的薄荷，超级清爽。第3道，我们来感受春天的明艳。配方都在屏幕上，用红丝溶液把面团调成粉色。注意我的手法，把面团捏成樱花的模样。白芝麻点缀花蕊。没看成樱花，那就吃掉它。最后一道，冬去春来，拥抱春日温暖。糯米和大米的比例是1:1，只需要生抽和盐简单调味。腌笃鲜也差不多啦，加入莴笋，再焖5分钟。米饭吸出了腊肉的油脂和纯笋的汁水，吃起来温润清爽不腻。我收集了春天的鲜嫩、清新、明艳和温暖。这样的春日宴你们喜欢吗？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一般的烧烤都吃腻了，今天来个烧烤挑战。3种香的辣椒配上1种辣的，看着就觉得火热。这种爆辣烤串要选油脂丰富的羊肉才行。第2种超大烤串，一口气把想吃的肉吃到过瘾。这种蘸料不会辣，但是特别香。
秘诀就是里面的桃酥啦。第3种水果烤串，里脊肉需要稍微腌制一下，配方在屏幕上咯。水果的清甜可以很好的中和掉烤肉的油腻。夏天有了烧烤，怎么能没有小龙虾呢？这是我新学的小龙虾处理方法，不用刷，但是巨干净。油温6成热，不用太久，主要是让龙虾的肉质变得紧实。香料家里有什么就放什么。爆香之后加入葱段、姜片，还有火锅底料。大卤小龙虾讲究的是3煮7泡，沸腾之后关火，泡得越久就越入味哦。全部都准备好啦。烧烤嘛，灵魂还是得有烫辣羊肉。滋滋冒油的时候，放入辣椒面中裹得满满的，回炉让辣椒的香味渗进肉里，看到就是吃到，这一口下去得有多香啊！接的是超大肉串，这么大的肉串，你们一口气能吃多少呢？谁说烤串就一定得是油腻的？来试试荔枝和牛肉的搭配。最后是完全入味的腊肉小龙虾，稍微冰镇一下，肉质都更 Q 弹了。夏天的晚上，果然还是要烧烤和小龙虾，太爽了！烧烤跟强爽居然这么配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云贵菜真的是年轻人的天菜，加点芹菜进行焯水，比料酒都好用。蒜记得要打多多的，后面还会有用。蒜末微焦的时候，来几粒花椒和1片白芷。不喜欢慢香的也可以直接倒水，根据你喜欢的鸡爪口感来决定焖的时间。我喜欢比较软烂一点的，所以焖20分钟。为了这道菜，我把我家的薄荷一整个都给薅秃了，下次吃就只能等它再长出来的时候了。来几根干辣椒，排骨下去复炸一遍，咸香中带着薄荷的清香。简单的给鸡腿去个骨，透明水泡土豆是土豆糯而不散、软而不烂的关键。这个可不是大葱哦，这个是香茅，是云贵地区常用的香料，有种淡淡的薄荷清香。这道菜所有的调味全靠这个超级多的蚝油。蒜末爆香之后，下入鸡肉和酱料，等到鸡肉差不多8成熟之后出锅，腌制20分钟。根据锅里的状态，可以适量的加一点点水。火烧鱼油焖鸡就做好啦。这一道号称云南国民级下饭菜——红三剁。切的时候尽量保留番茄的汁水。
料汁配方我放在屏幕上了，有需要的可以截图保存。第一红就是这个猪肉末，煸出油之后加入第二红，第三红就是番茄丁啦。倒入调好的料汁，翻拌均匀。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有多下饭。简单的煮转一下。这个德荣酸甜鸡脚凉了之后比热的还要好吃。薄荷排骨百吃不厌，真期待下一次薄荷再长好的时候。我宣布，这个红三豆就是今天的 MVP， 真的超级下饭。这样的一大锅你们喜欢吗？快推给你爱的人吃吧。不看到最后，你永远不知道今天的主角是谁。你以为是这几片煎得特别诱人的五花肉吗？不是哦。锅里的猪油不要浪费，把青椒和鸡蛋煎出虎皮，真的贼香。大料效果爆香。放入煎好的五花肉，料汁的配方我放在屏幕上。老规矩，用啤酒代替清水，先焖上45分钟。趁着锅里正在煮，来揉个面团。1斤的面粉配上350克的凉水，这个面团会特别的湿，不用着急，先醒上5分钟。手上沾点水，这样面团就不会那么黏。从外围往中间拉，把面团翻个面，兜2圈。再翻回来，醒5分钟，重复一遍之前的动作，但是这次醒40分钟。再来做一个不一样的土豆丝，要不停的清洗，直到水变得清澈。时间也不能太久，1分钟刚刚好。像这种凉拌类的菜，一定要把水分挤干净。撒入花椒，等到颜色开始变深就可以捞出来。关键的来咯，盖上盖子，把炝香味焖在里面，焖1到2分钟，焖好之后再加入其他调料。这口感真的是绝了，和平时吃的土豆丝都不一样。面团也醒得差不多了，干粉一定要多一点。手上喷点油，可以更好的把面团取出来。分成4个小剂子，这样会比较好操作。把面团擀长，厚度保持在3毫米左右。接下来就是大饼分层的关键，一点油入底位，撒上干粉。注意我的手法，一层一层的卷起来，结尾的位置和两边都要捏上封口哦。再次擀平。这个面团真的非常的软，用擀面杖兜一下会比较好弄。下锅后喷上油，盖上盖子焖住。等到看起来没什么生面了，就可以发面啦。翻过之后，面饼会超可爱，跟生气了一样鼓起来。切开来给你们看看，真的巨松软，而且特别多层。菜肉都有了，再来个水果。没想到吧，居然是和肥牛一起吃。料汁呢也会偏甜口一些。
融化一块黄油，增加奶香。打子肉也差不多啦，再放入青椒、鸡蛋，再焖15分钟。这绝对是绸缎大饼最神仙的吃法，每一层都加入不同味道、不同口感的食材。鼓鼓囊囊的这么大一个，比起我的绸缎大饼，汉堡真的是弱爆了！快，都给你爱的人吃吧。春日来做点花草茶，拯救不爱喝水。烧炭的时候记得注意室内通风哦。放上竹筒，文火烤制。竹沥水又被称作君子之类。尤其春天喉咙不舒服的，可以多喝一点。清新的绿茶和清爽的竹香完美的融为一体。金曲改花刀，但是不要切断。放在炭火上，慢慢的开花。我这里是撒了一点桂花，还有红茶。百香果之所以叫做百香果，里面真的有100种以上的芬芳物质。到了红茶、玫瑰，盖上盖，再用牙签固定起来，做成一个小蒸笼。经过高温的烤制，充分的释放了香气。浓郁的热带水果气息中夹杂着淡淡的玫瑰香气。这一杯应该没有人会拒绝吧？春天怎么少得了茉莉花呢？倒入牛奶，放入冰箱冷藏1晚，浸泡出茉莉的香气。糖和奶油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添加。奶冻冷藏，模具放进冰箱冷冻。2个小时后，别看它形状这么复杂，其实特别好脱模。这样的一桌花草茶，你们最喜欢哪一道呢？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这个夏天你最馋的是哪一口呢？先来做个葱烧酱，真的要学起来，腌牛肉巨好吃。想要酱汁更入味，吸干表面血水痕，盖上葱烧酱，腌制20分钟。锅中薄油，全成小火，煎至底部微焦后翻面。热腾腾的米饭打底，来点拌饭汁，铺上牛肋条，再来个半熟荷包蛋，这一口香得我都迷糊了。第二道更是没得说，咸蛋黄没有人不喜欢吧？烹上点白酒，蒸香去腥，烤箱180度15分钟。滋滋作响的咸蛋黄也太治愈了。鸡翅2边剪开，扭一扭，把骨头抽出来，稍微的腌制一下，让鸡翅有个底味。
土豆可以切得粗一点，裹上淀粉，表面金黄后捞出，把咸蛋黄炒至起沙，倒入炸好的鸡翅，裹着满满蛋黄的鸡翅，甚至还不用吐骨头。第三道来个清爽些的，先把五彩切丝，吸干表面水分。配方我放在屏幕上喽，酱汁中的灵魂就是用水化开的花生酱。食材没有了多余的水分，也更容易挂上酱汁。葱香渗入了多汁的牛肋条，咸蛋黄包裹着炸鸡翅和薯条，最后再来上一口清爽的五彩凉拌，人生都觉得满足了。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今天来做一份2厅3室1卫的便当，想要讨好对象的可要学起来哦。把排骨的骨头抽出来，年糕填进去，最关键的就是这几坨话梅啦。排骨先炖着，用全世界最完美的食物土豆来做一份炒饭。油稍微多一点，倒入土豆丁，炸到边缘焦黄。这汤汁，这米饭，绝了！闻起来浓浓的话梅香气。先把便当第一个客厅装修一下。这种包馄饨的方法真的太实用了，速度快一点，10秒钟我能包3个。加入煮好的虾滑馄饨，这就是便当第2个客厅。火鸡面里面的芝士也太少了，我自己再给它来一点。2道主食都有了，再来个甜点吧。记得要用可生食的鸡蛋，达到这样微微发白的程度。融化好的蛋液倒入提前打发的奶油中，放进冰箱冷藏。再来用虾滑做一份小吃。锅一定要是不粘锅，蛋也不要煎得太熟，熟过头了卷起来之后很容易散掉。我最喜欢的不用到烤箱的甜品巴巴鲁亚做好啦，自己做的切开成就感真的是满满的。第一间卧室用来放虾滑蛋皮卷，别问我为什么只放一小块，剩下的我全吃了。便当嘛，营养均衡。最后一个就是水果啦，最中间挤上番茄酱。家里有小朋友的，可以跟我一样用小台萌做成这种纯果肉冰棒。把芒果果肉捣成泥，加入牛奶还有茉莉花茶。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加点糖浆，血可以下。
最后配套的饮料也做好啦。如果你是我对象，这份便当你会满意吗？快，都给你爱的人吃吧。今天这道今天这个就是我梦想中的炒泡面，芥末可以多加一点。经过了高温，芥末就没有那么辣了。倒入1大杯白酒和醉螃蟹，这料汁浸泡上一晚上，不可能不好吃。完美的切片五花肉彻底的治愈了我的强迫症。料汁的配方在屏幕上超级清爽，就算是吃宵夜，鸡皮也是不能吃的。光光这泡面我就馋得流口水了，再来一杯适合春天的饮品。抹茶奶盖封顶，用草莓碎装饰一下。好吃到缩手指的罗氏虾。肉质像果冻一样的香辣醉蟹，还有外焦多汁的五花肉，再来一口满足感十足的炒泡面，最后用草莓抹茶牛乳收尾。这样一顿超豪华的炒泡面，你们喜欢吗？快，就给你爱的人吃吧。我一直很好奇，元宵节到底是要吃元宵还是汤圆呢？加入葱姜水，多搅拌搅拌，把水搅进肉里，这样做出来元宵超多汁水。注意手法，虎口慢慢收紧。梳子剪开，可别掰断咯。话说，你们知不知道鸡公煲和黄焖鸡的区别是什么？
用啤酒代替水蒸发掉酒精，留下麦香，味道会更浓郁、更爽口。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是什么样，反正我们这逢年过节一定要吃蛋，还不能是煎蛋，寓意着平平安安。经常看我视频的，能不能帮我算算我去年吃了多少只猪蹄？南方的小伙伴如果不会剁，可以叫老板帮你切；北方的我就爱莫能助喽。先入后煎，入味的同时口感还巨好。既然不知道该吃元宵还是汤圆，就两个都做吧。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油温不能过高，160左右，时间不能太久，1分钟就好，千万要注意别被炸了。没有泡面的鸡公煲是不完整的。这猪蹄浸泡下汤汁，谁吃谁知道。超入味的鸡蛋也是一绝。外面是酥到掉渣却又吸饱汤汁的油条，里面是糯叽叽的元宵，而且还超多汁水。最后来个糍粑汤圆收个尾，小心烫哦。这样的元宵大餐你们喜欢吗？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，而且是用真草莓果汁做的哦。首先第一步，给草莓去籽。你们知道一颗草莓上面有多少草莓籽吗？整整374颗。所有的草莓模具都不合适，没办法，只能自己做。可以少量多次倒，要不容易炸焦。第二步，把草莓汁变成透明的。和平时吃的水果不一样，草莓真的很不容易出汁，所以得加点黑科技，一点点的果胶酶和一点点的抗坏血酸。接着保持50度，水浴2小时，提高更多的出汁率。离心机真的太贵了，我们来手搓一个，剪2个圆，一个大一点，一个小一点，根据画的线在中心相同距离戳下2个孔，掏2个小孔，把 PE 管插进去，稍微要保留一点斜角，像我这个年龄的小时候肯定都玩过。
怎么样？这个撞速也够快了吧？可以是可以，就是效果不太好。那就来第二种方法，先把草莓汁中的果肉残渣过滤出来。确实清澈了，但是不够透明。那我们来试试第三种方法，找出家里的冰球模具，冻成草莓冰球。重新拿一张滤纸，铺上棉花、活性炭，再来一层棉花，最后放上纱布，把冻好的草莓冰球放上去。胶体因为低温脱水而浓缩，破坏了稳定性，最后形成了沉淀。而滤纸和活性炭吸去了多余的色素，最后我们就得到了这样的一杯透明草莓汁。凝固剂用的是琼脂，这样不会有多余的腥味。第一次自制模具还有点小紧张，把透明草莓汁倒进去，放入冰箱冷藏凝固。每一个细节都分毫毕现，堪称完美。装完草莓叶，再手动一颗一颗的把草莓籽放回去。一颗透明的草莓就完成啦。闻起来和吃起来都有浓郁的草莓香气，但是口感嘛就一般般，比较像果冻。这一颗你们觉得最适合卖给谁？快，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